一群优质的鱿鱼被无形渔网束缚得动弹不得，凡是被粘网粘住的鱿鱼想从中逃跑已经有心无力了。他们通过在船边潜水的方式，快速发现鱿鱼群所在。一旦发现鱼群，就快速下网。海里的鱿鱼很快就被他们一网打尽。今天一大早，库里拉就拉着渔网出海捕鱼。3岁开始赶海的库里拉，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小强出去增加赶海经验。靠海吃海的菲律宾渔民，3岁开始赶海已经不足为奇。海边的渔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渔船。这次他们出海捕鱼的工具是渔网。这片海域的水非常清澈，环境也非常优美。来到特定的海域后，库里拉的弟弟拉库里就开始在船岸边潜下水查看是否有鱿鱼在这片水域，这样是为了快速锁定海底鱿鱼群所在。一旦发现鱼群后，他们立马停下船只，防止发动机惊吓到鱼群。清澈的海水能看清海底有大量的珊瑚礁。将船只划到岸边后，他们开始分工合作，渔网从岸边开始往海里放，利用渔网将鱿鱼群给包围住。船只一边滑行，渔网一边往海里放，利用船只将渔网划过一个大包围圈，把鱿鱼群给包围住。划过一个大包围圈后，他们开始将渔网收紧。小强和他父亲2兄弟开始将渔网收到岸边。为了检查包围圈内是否有鱿鱼，拉库里只能潜下水查看，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鱿鱼从网底逃脱。随着渔网不断的收回，网底下方开始出现鱿鱼的身影。为了防止到手的鱿鱼逃跑，他们开始在渔网外加了2道渔网，防止鱿鱼逃脱。里外一共3层渔网，让困在渔网里的鱿鱼无法从中逃脱。一道道黑色身影就是鱿鱼所在。当渔网收到足够窄后，他们开始潜下水将鱿鱼捕捉归案。被渔网困住的鱿鱼捕捉起来就比较轻松，想逃跑的鱿鱼已经被隐形网墙给阻拦住了。受到威胁的鱿鱼也开始向外喷出大量的墨汁，在人类面前，这种迷魂术根本不值一提。小强很快就把它拉捏住，被渔网困住的鱿鱼只能束手就擒。拥有5年赶海经验的小强也能一手一只大鱿鱼。清澈的海水孕育出高品质的鱿鱼，受到生命危险的鱿鱼也开始喷出大量的墨汁，但还是无法逃脱渔民的手掌心。靠海吃海的渔民只能在海里获得鱼类资源来维持生活。随着渔民不断地向渔网下方搜寻鱿鱼，前方成群鱿鱼被渔网困住的场景让他们非常的兴奋。所有鱿鱼开始统一向后倒车，却被隐形的网墙给挡住了去路。他们也开始按顺序的将鱿鱼逐一收回。激动的库里拉快速的朝鱿鱼群跑去，小强也会在一旁协助。清澈的海水能看清鱿鱼的轮廓，眼睛也是非常的大。前面就是海岸边，鱿鱼只能向后倒车回去深水的区域。兄弟俩直接选择将渔网提起来，成群的鱿鱼就这样被他们一网打尽。见过世面的库里拉也露出他雪白的牙齿。被困住的鱿鱼只能不断的向外喷出口水，试图能从死里逃脱。将鱿鱼集结在一起后，就开始将它们抓拿归案。鱿鱼的皮肤颜色肉质已经让人流出了口水，优质的海水养育出来的鱿鱼确实不一般。人类现代化工业未能涉足的海域，鱼类资源确实不同凡响。收集鱿鱼的过程中，小强也过来帮忙。很快一大桶鱿鱼就到手了，他们继续在渔网里收集漏网之鱼。外层渔网的3条鱿鱼也被他们一网打尽，最后3条鱿鱼也被他们放到盆子里。趁机逃跑的鱿鱼直接被渔民用抄网捞住了。躺平在盆里的鱿鱼还不断地向外喷出墨汁。将网里面的鱿鱼抓完后，他们还重复检查一次渔网内是否还有鱿鱼存在。失去生命的鱿鱼全身开始通透起来。抓鱿鱼的过程中还抓到了几条小杂鱼，将收获到的鱿鱼拿到船上。这次捕捉鱿鱼也增加了小强赶海经验。将海里的渔网按顺序收回到船舱里。收回渔网的过程中也要清理渔网上的杂草，这样也是为了方便他们下次出海捕鱼。等待渔网收回时，小强也在船边洗碗。在收回渔网的过程中，小强竟然发现一条全身通透的鱿鱼。通透的鱿鱼在清澈海水里也很难发现它的身影。收完渔网后，他们就将收获到的鱿鱼抬到船上，下一次网就收获到满满当当一大筐鱿鱼。有了收获后，他们继续开船寻找鱼群所在。拉库里为了检查鱼群，继续在船岸边潜水寻找鱿鱼群。这种方法能让他们快速的发现鱼群所在。一旦发现鱼群，就快速的停下船只，以免发动机把鱼群吓跑。停下船只的一瞬间，竟然把站在船头的库里拉给摇晃下船。经过一番查找后，竟然没有发现鱿鱼，他们只好打道回府。坐在船头能让你看清这里的环境，不过这里的环境能瞬间让你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回到岸后，他们就将鱿鱼拿到店铺，老板娘会将鱿鱼的水清理出来后才进行称重。小小一筐鱿鱼就重达40斤，鱿鱼只能分成2筐进行称重，最后一筐也有6斤。经过老板娘一轮的计算后，获得了4012比索。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